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五在京以视频方式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第23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分析认为，加强中欧合作将给不安宁的世界注入稳定因素。李克强表示，一个稳定的中欧关系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方愿同欧方增进理解和互信，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妥处矛盾分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共同努力和贡献。分析认为，加强中欧合作将给不安宁的世界注入稳定因素。李克强强调，当前形势下，对话合作仍然是中欧关系的主导面，互利共赢仍然是中欧合作的主基调。建议双方依托现有对话机制，加强重点领域政策协调，打造合作新亮点，共同维护能源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应对风险挑战，助力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李克强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希望中欧坚持双向开放，不断扩大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中国和欧盟都是多边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双方应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坚持多边主义，确保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欧方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立场。李克强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通过对话谈判解决矛盾和冲突。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欧贸易仍呈现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国自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创历史新高。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欧盟超过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超1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4.8%。中国商务部发言人3月17号对此表示，这一情况是季节性的还是趋势性的，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这都反映出中欧贸易较强的韧性和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中欧班列也不断跑出加速度。2021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开行1.5万列，运送146万标箱，比上年分别增长22%和29%，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力。从质上看，中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航空航天、生物、光电、电子等领域贸易增长显著，经贸交流不断深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等各层级交流机制持续发挥作用，地方和企业合作平台更加完善。中国欧盟商会去年发布的2021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约一半受访的欧洲企业表示，他们在中国的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0%受访企业计划扩大在华业务。那么从这些数字里边呢，咱们就能看出来，就是尽管现在中欧贸易和这个中欧合作乃至于中欧关系呢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大局呢是合作，大局是向好的。中欧关系去年经历不同寻常的挫折，导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进程停滞。但欧洲理性人士并不希望对抗和竞争成为中欧关系的主流，进而挤压合作空间，破坏对话氛围。中欧关系今年出现缓和迹象，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先前宣布此次会晤时称，希望缓和双方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并提到中欧投资协定需要在最高政治层面解决，显示欧盟态度逐步松动。中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3月初，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同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视频会晤。本周二，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视频会见。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2大全球力量，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合作共识，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也为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周四，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洪坚公使在多家中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加强中欧合作，给不安宁的世界注入稳定因素。文章表示，中欧有分歧，但共识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多于竞争。我们始终认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而不应是制度性对手。
这是中欧双方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相互认知。中方几十年来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团结繁荣，支持欧盟战略自主。我们也希望欧盟坚持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跳出对华三重定位的思维定式，奉行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观察认为，作为中国与欧盟之间最高层次的双边对话机制，今年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处于关键的历史时刻，涉及相当多的利益。而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体现了此次峰会的紧迫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贝撰文指出，即将举行的此次峰会应当实现至少以下方面的目标：一是管理乌克兰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影响，防止此次危机损害中欧关系；二是提升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开展旨在缩小分歧的对话；三是中国和欧洲应当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新冷战。乌克兰危机加剧了脱钩和群体政治的风险，中欧更需要肩负起预防新冷战的共同责任。冲突升级对欧洲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那么这个出发点的上边呢咱们中国跟欧洲其实是有共同性的。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这个共同性为基础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谈，就是只要是有利于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可以做，中欧之间都可以合作。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高级职员克利福德·克雷科夫直言，华盛顿鹰派正寻求以新的形式延续冷战。这种新冷战一如既往地意在遏制欧亚大陆及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鹰派主导的华盛顿不希望看到中欧关系改善。美国的政策旨在干扰中欧关系，目标是遏制中国。欧盟被要求与美国政策保持同步的压力越来越大，乌克兰危机只是一个例子。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阐明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5个坚持，包括坚持劝和促谈正确方向，坚持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防止冷战思维回潮，坚持维护各国正当权益，以及坚持巩固亚太和平稳定。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缓解局势、推动和谈、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外交政策，不应强迫别人选边站队，不应采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尤其要抵制冷战思维、阵营对抗。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凯硕近日在出席活动时就乌克兰危机直言，军事冲突本可以避免。As you know, the West has begun isolating Russia and President Putin. And the sad part about Russia's expulsion from the G8 is that it prevented regular face-to-face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Putin and Western leaders. The West has progressively weakened 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center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very powerful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en you're so powerful, you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diplomacy